这是我见过有史以来最空旷、最荒凉的首都了。这么宽的公路，双向20车道，都可以起降飞机了，但竟然看不到几辆车。说是首都，实际更像个鬼城。他们有的人就是回国之后，说是被人迷晕了，或者被绑架了、被强迫了，都是借口。7 day 啊，是这样子的。这里就是缅甸军政府的首都内比都。我们从蒲甘前往内比都的路上，有无数的武装哨卡，足见这座城市在缅甸的地位。在内比都，我们见到了这座被大家称为鬼城的首都。整座城市无论是晚上还是白天，马路上都见不到几辆车、几个行人，城内空空如也。双向20车道的公路专门为起降飞机而建设，但却几乎没有车辆使用。我们包车前往首都的阅兵台，但四周都是警卫，我们的当地司机紧张得满头大汗，似乎首都的核心区域对普通人和游客来说是不可进入的。在内比都的一天，我们真正见识到了这座传说中的鬼城，但在这里，狒狒也遇到了不少漂亮的缅甸女生，她们甚至还会讲一些中文。下面跟着狒狒文涛一起探访缅甸首都内比都。大家好，我是狒狒，我们正在背包环游东南亚。现在我们在缅甸的蒲甘，今天是我们在蒲甘的第3天了。可以说呢，在蒲甘的这3天2晚，是我们来到缅甸之后最艰难的几天了。原因是因为停电。蒲甘这里现在每天只有晚上的6点到9点会供电3个小时，其他时间都是没有电的状态。我们今天就要离开蒲甘了，准备前往缅甸的首都内比都。那现在呢，我们先去吃个早餐。我们的大巴是11点的，现在是早上的9点，这就是清晨9点的蒲甘了。白天的蒲甘啊是相当的热闹，一到晚上6点多，天黑之后，我的天哪，出门之后想碰到个人可太难了。前面就是我们昨天吃饭的馆子了，超哥已经站在餐厅的门口嗷嗷待哺了。我们的饭已经上来了，今天涛哥吃的跟昨天一样，一个鸡肉炒的这个面，这个是人民币8块钱，然后涛哥这个也是鸡肉炒的饭，上面盖个蛋，也是8块钱。我也是跟昨天一样吃的扇面。我们的车来了，现在准备走，东西别落了哈。拜拜，拜拜。那是我们的票吗？不是啊。不是。行李要上车底了。拜拜 ，Thank you，Thank you。我们的签证都快过期了，我们还没有去过缅甸的首都。对，我终于要去首都了，好激动。哦，那拉树那儿的，就是老百姓有没有危险？他打是没又不在城里面打的是在郊区，城里的人目前没事儿哈。哦，他们有的人就是回国之后，说是被人迷晕了，或者被绑架了、被强迫了。都是借口。我看路上这个检查点一个接一个的，我就想，你要是真的不想去，谁能把你强迫去？然后缅甸这边，缅甸人嘛，他们那个科技又不发达，他们怎么去骗？他们软件的什么也不会搞。对，就是嘎腰子这种技术达不到，而且都是90房就这样不吃了。所以去园区那些人，他们自己知道自己是干嘛去的。然后大多数搞诈骗的都是他们有一点技术，他们懂这方面。哦。然后回国之后，为了躲避这个追责，就说被骗的啊，这样子。我们一路上这个感觉隔上个几十公里就有那个上车检查的，然后我在想，有的人说他被藏到什么后备箱了，我说不可能啊，这个查得这么严，你是怎么躲过的？后备箱怎么查啊？根本不行。对，我们3个一路上就从东支到曼德勒，被查了好几次护照，不停的有那个政府的人上来看。但是缅北那边它的情势太复杂了，有些事情我们也深入的不了解，我们也只看到了一些表面的。对对对，真正的就是缅北还是很危险的哈。危险。旅游肯定是不建议去哈。我们准备上车了，刚刚从这个蒲甘到这个休息站，一共100公里，我们就经历了3次大的检查，还有好几次不怎么严格的检查。接下来还有170公里，我估计啊，快到内比都的时候，这个检查是，越多越仔细的。刚刚那3次检查是查人、查护照、查行李，上去查的，
接下来不知道还有什么更严厉的。我们终于到缅甸首都内比都了，说是5个小时的车，实际上我们开了将近7个小时。路上检查站实在太多了，最大一个检查站就快到内比都的时候，差不多有10几个这个警察和军队的人在查我们。我们车现在是停在了一个停车场吧，这个地方全是那种客运公司、客运站的位置。但我看了一下呢，这儿离内比都的市区还有差不多30公里，非常远，距离我们酒店也有30公里。哦，不是一个路线。好的。行。刚刚我们车上的这位华侨大姐邀请我们一块儿跟她坐这个车一起，先到市区里去，然后我们再自己打车到我们的酒店去。但是刚刚查俩路线，她跟我们说完全相反的2个方向，所以我们现在呢只能坐那个黄色的嘟嘟车了。对。然后那个车给我们要价是2万，大概就是40多人民币。对。但是确实挺远的，将近30公里了，也这个价格也就还好。不过呢，他那个嘟嘟车，我觉得我们三包行李，对，不好放、不一定能放得下啊。对。我这个姐姐人特别好，她说是明天我们在这儿逛的时候，包括我们买车票的时候，有什么语言讲不通，可以给她打这个语音，她在线给我们翻译。是的。姐人超好，姐要走了。这个姐姐呢，她们是一家8口，2姐妹各自带了几个孩子。一块从腊戍大包小包行李是搬到这个内比都来了，看样子应该是要在这儿定居了，因为他们在这个腊戍属于缅北那边战争非常厉害。这个姐一共是几个人带了那么7、8个大箱子，超大的箱子，对的，感觉是要在这儿投奔亲戚定居了。拜拜，再见，过来，来，握手。有机会去你们拖拉机，对，你们来的时候给我发微信。姐，你们路上小心啊，拜拜。Hotel。The Golden Lake Hotel， 这边还要登记一下我们的个人信息，老厉害了。特别的严。对。我们那个小巴，we stay together。together。We are friends。哦，这个行李怎么放啊？哎，还可以，落一落，感觉有戏。没准还能落3个，可以，能放下吗？可以，竟然可以！哇，贝贝今天干苦力活了呀！我们终于到缅甸的首都啦，内比都。来了之后呢，我就感觉这个基础设施明显有飞跃，路面更平整了，然后旁边这个电线杆给大家看一下，电线杆已经有这种比较高一点的。像高压电网那种了，不像我们之前去那些地方都是矮的那种木头杆。刚把行李放上去，跟我们说2万5，哎，这也太扯了。OK， 2万就可以了。我跟他说，如果你要2万5的话，我们找别的车了。对。但是看我们行李已经放上去了，是肯定坐他的车不可了。对。而且刚刚帮助我们的华侨大姐已经走了，觉得我们几个语言不通，所以给我们加钱了。这个内比都果然是不一样。首都的路真是宽呀！我们现在走了这边是5个车道，那边5个车道，双向10车道。对，老厉害了。而且还有路灯，我的天，一排这个整齐的路灯照着路的2侧。对。果然是大城市啊！就感觉这个地方明显不一样的点在于，它好亮，它有好多灯光，它应该酒店不会停电了。我们最近停电停怕了。对，停麻了都。那个善邦停完曼德勒停，曼德勒停完蒲甘停，我们最近一直处于缺电的恐慌中。现在到了这个首都之后啊，它这个路灯都开了这么多，酒店肯定是有电的。哎呦，当年也挺热情的，看我们镜头给我们打招呼的。我们刚刚过了那个玫瑰花大转盘，来到了一条更宽的马路上。这条路就厉害了，这条路单向10车道，双向20车道。对，太牛了，我没见过这么宽的路啊。这个在国内都比较少见吧？很少见。太宽了。可以停飞机了。对，这个完全可以当那个飞机跑道使了。对。哇，天哪，那头到这头感觉都有上百米了。超哥怎么样？见过没？没见过。长姿势了。感觉我们3个像那个乡下孩子进城了，就开了眼了。整体来看，这个灯有点浪费，这个路也有点浪费。这路上的车太少了，几辆稀稀拉拉的。现在应该是一个高峰期的时间，那路上就那稀拉拉几辆车，
包括摩托车。摩托车甚至可以开上快车道了。对，因为没车。大家看我后面也没车，前面也没车，这个地方这个路有点大材小用了，杀鸡用牛刀啊！南京这边的司机感觉第一印象不太好，还给我们临时加价。我们刚刚经过了内比都这比较繁华的区域呢，转瞬间就到了旁边有个农田，四周都是田地，一个楼都看不到了。这个路上太牛了，居然还有马车在这跑。我们的司机刚刚差点被马车撞一块儿。我们终于到酒店了，这一块全都是酒店区，这片跟鬼城一样，特别难找。这一片有那么几十个酒店，就不像别的城市的酒店是一家一家的，这是一座一座庄园啊。是。到了。中间呢是缅甸时间7点12，然后最左边北京时间已经快9点了。这酒店相当的原生态啊，壁虎什么的老多了。我发现缅甸这边的房子，它这个层高都好高，都在3.5米到4米了。对，凉爽感觉。是的。那边有7、8个壁虎。对。我的天，我的天，哇，10几个了。我现在坐上出租车，往里开了1分钟，还没到我们的酒店，哇，太离谱了。还没到我们的房间，现在我们的肚子上又多了个人。这位帅哥是酒店前台，带着我们一块儿去看房间。人太大了，我们明天才出来呀。总算是到了，这房间跟外观不是很相符啊。对。我们这个酒店是180多人民币订的，它这个外观看上去起码有300的标准了。这个里边说实话就是100块钱招待所的标准。对。你看它这个墙皮儿都掉了，看起来也脏脏的。看一下洗手间。哦天哪！说实话，没有比我们在这个蒲甘住的好多少。好的有限。厕所一股那个下水道的味儿。大家早上好，现在是内比都的清晨7点，我们刚刚从房间里醒过来。今天呢，我们准备带大家好好的逛一下缅甸的首都内比都，这里就是我们昨晚上住的酒店。昨晚上天太黑了，没有看得很清楚啊。其实我们这个酒店是一个3层的一个房子，这里面是那种中间是有个走廊的筒子楼，差不多有那么40、50间这个客房吧，还是很大的、很宽敞的。门口是一排这个停车位。然后我们现在要去吃早餐，从客房部到前台部以及餐饮部很远的，我们得走路过去。我们走了半天，终于走到这个吃饭的地方了，太远了，太远了。从我们的客房走到这大概走了2分钟吧。对，看我们的酒店里甚至还有一个小湖泊。我们的早餐是自助餐，不过看起来似乎有点简单哈。这是一盘炒米饭，然后再过来这里是炒面还是炒河粉，这是个什么肉，有点像回锅肉。这个是青菜，那个是咸菜还是小鱼干，还是油炸的洋葱，看不清。然后有一些，我看这个是水果吧，西瓜，还有一个汤，没了，就这么多了。这个内比都实在是太大了，而且没有很完善的公共交通，所以今天呢，我们找这个酒店前台帮我们订了一辆出租车。这辆车呢会带着我们进行一场这个城市的穿梭之旅。这个车的价格呢是每小时2万缅币，我们租了3个小时，一共是6万缅币，大概又是130多人民币。我们这会儿已经出酒店了，又驶上了这条宽阔的没有车的双向8车道。今天我们这个包车师傅不够敬业啊，比我们约定的时间晚到了半个小时，而且刚出酒店呢就没有油了，要加油。其实我觉得呢，因为我们包的是时间嘛，我们按小时算的，1小时是多少钱的，像这些准备工作你应该接到我们之前就提前做好的。但是现在这个加油、排队、等待的时间都要从我们包车这种时间里面去扣。这里是内比都的一个大商场，叫 Junction City。这个商场在仰光也有。我从地图上看了这一片呢，也就这一个大的商场，周围全都是荒地，什么都没有。不过我发现我们这个司机人脉还是挺广的，他跟很多的交警都在打招呼。哇，前面有2个女交警哎。我们司机跟2位女交警好像说了一下，他车里拉着几个外国人，然后交警看了一眼，就让我们过去了。
其实呢，提起缅甸的城市哈，很多人想到的应该都是仰光。毕竟呢，我们以前上学的时候，课本上学到的缅甸首都还是仰光。那什么时候内比都才成为缅甸首都的呢？答案是2005年。也就是说呢，内比都作为缅甸首都只有不到20年的时间。在2005年11月5号这一天呢，缅甸政府突然宣布说要迁都。将首都从仰光迁往仰光以北400公里外的新城内比都。当时这个消息几乎是一夜之间才公布出来的，所有人都懵了，包括所有国家驻缅甸的大使馆，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就要迁都了呢？然后到了11月6号，就第二天啊，宣布迁都的次日早上，就有很多辆的卡车拉着当时主要的政府官员，浩浩荡荡的一行人从仰光去往这个内比都。虽然说迁都的这个消息发布的比较突然，但其实在此之前哈，缅甸政府已经在新都城这里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他们呢花费了1年的时间，用掉了大约40到50亿美元，相当于当时缅甸1整年的 GDP， 在这个位置打造了一个全新的超大型的城市。其实呢，在缅甸政府迁都之前哈，内比都这片区域当时只是这个缅甸中部比较重要的一个商贸小镇，叫宾马纳。那个时候的规模和国际地位跟现在是比不了的。当时决定迁都之后呢，缅甸政府就在宾马纳旁边的山谷里面去规划了自己的这个首都的区域，主要就包括最重要的就是办公区域，像这个议会大楼啊、国会大厦呀，还有各种部委、国防部、卫生部、教育部，都是规划在那个山谷里的。除此之外呢，还有使馆区，就给各个国家驻缅甸的使领馆专门划了一片区域。但当时他们这个迁都消息太过于突然，很多使馆都没有反应过来，所以最终呢，还是有，直到今天呢，还是有很多的这个使馆依然留在了仰光。除了政府的办公区和大使馆区域，新首都这里还规划了一些比较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地方，比如说像我们昨天来的那片其实属于高档酒店区，但其实我们的酒店不咋地啊。然后还有几个比较大的这个高尔夫球场，还有一些私立医院、国际学校，就是一切都是朝着一个首都该有的规格在走的。并且当时这个新首都内比都，它的规模也是非常大的，这个城市的面积是达到了仰光的7倍。但是说到人口呢，就不太好说了。现在呢，官方对外宣称的这个内比都的人口是达到了100万规模啊，100万。但是呢，居住在这里的当地人都说也就20-30万。从我们昨天来的这个路上看的话，这个双向20车道的路上没有车，没有人，我觉得100万可能有点玄乎。所以呢，这就是缅甸的首都内比都的神奇之处。一般来说呢，一个国家的首都，起码你这个经济体量啊、人口规模呀，在全国得数1数2吧。但是内比都呢，它就不走寻常路，这里是非常的空旷，非常的荒凉。给大家看一下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哈，这个位置是司机带我们来的。我们给司机说我们想去内比都，市中心。啊，司机带我们来这儿了。这个地方距离我们的酒店大概10公里。司机告诉我们说是内比都的 City Center。不过我看了一下呢，跟旁边的小镇子也没有什么区别。据说当时迁都的时候呢，主要迁过来了就是政府机构和军队。居民呢很多都不愿意过来，因为这边也没有什么产业，主要是政治中心嘛，它也不是经济中心什么的。所以这里的居民呢，还是以当年宾马纳镇上的人为主，迁过来的可能就是一些公务员的家属之类的。所以这个城市整体来说是非常的荒凉的，没有什么烟火气，没人气。我在这个小镇转了一圈呢，就看到了几家银行，然后一个快递公司，一个邮局。这一片是一些百货商店，你看里面啥都有，日用百货，还有食品饮料，就这么大一个镇子。我现在走了大概5分钟了，穿了一半了，再走5分钟就穿完了。这里还是我们这趟来到内比都之后，我觉得最有烟火气的一个地方了，比我们酒店那儿好多了。我们酒店那儿就是双向8车道，一天见不到10辆车，真的是跟鬼城一样。这个首都人民的生活倒是挺惬意的，节奏挺慢的，应该是我见过那么多首都里面大家最不卷的一个地方了。这是一家银行 KBZ，
这个银行在缅甸非常大，他们家甚至有移动支付。今天很巧啊，在内比都这儿又碰到了超哥。现在超哥带我去内比都的一个市场去溜一圈。哇塞，哎，这个市场里面人气挺高啊，不像大街上半天没看到几个人。哦，这市场挺大的。外面这一圈好像是卖饭的，里边是卖菜的。看一下有没有好喝的甘蔗汁，这是当地人的主食了，各种粉儿，粗粉儿、细粉儿，还有面，那个黄色的是面，白色的是粉儿。然后这个是配菜，看着就有点像我们那个凉面。然后这个就像米线，细米线、粗米线，再细的这个应该叫米粉了。这家卖的是盖浇饭，当地人打一盘这个米饭，然后浇上各种菜。这个好像是猪血、鸡蛋，那个是红烧肉，哦，玉米粒儿，这边是菜花和豆角，看起来挺不错的。当地的这个人吃东西啊，我觉得口味还挺重的。你看这个就比较的重油、重盐、重辣一些。然后这些鱼呢，老远就能闻到那种香料的味道。我觉得整个的内比都的人大部分都集中在这儿了。现在是早上的9点多，大家都在采购。哇，这么多香蕉啊！这个还绿着呢，还有椰子。缅甸的这个椰子你得砍价，不砍价呢，一个就是人民币5块钱，砍完臭是需要3块钱，3块是一般正常的市场价。首都就是首都呀，果然不一样。这个市场呢，是我们来到缅甸之后逛过最干净的一个市场了。主要是它这儿没有卖那些海鲜、鱼什么的，所以地上没有水，这点就很好了。大家都在地上摆摊儿，卖各种各样的蔬菜，好多人都带着孩子一起来摆的。我们在市场的外围这里还发现了一家卖大米的，它这个大米的价格都是标在上面的，4500就相当于人民币大概9块多一点。但它不是公斤哈，它是拿这个斗在称的。他们当地的计量工具好像就是用这个标准的这个斗，然后这个杆是干嘛用的呢？就拿这个斗先装好之后呢，拿这个杆给它平一下，打平一下。像这个米就属于比较便宜的，才1000，这是6吗？1600，大概就是3块多这么一斗，但这个米不咋样，给大家看看啊。看这个米，有些壳都没有脱掉，不怎么干净。缅甸的这个首都的人民啊，看着就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因为这里主要是一些公务员和军队在这儿嘛，所以来这儿买菜的呢，很多都是家属。明显这个戴眼镜的文人多了。刚刚我们看到面对面过来的一半都在戴眼镜，这些摆摊的当然都是本地人了，但是这些顾客、消费者们很多感觉都是知识分子。首都也有这个化缘的小师傅，这是卖什么的 ？What's this? This gives me Manage. Oh no， 好像往身上涂的 ，lazy。OK。我闻一下。啊，哦，有点像那个红花油、活络油，就是往身上抹的。啊，1500一个 ，Thank you。他说是给我指了一下胳膊，意思是跌打损伤的时候，被老公打的时候可以抹点。超哥说也可以把老公打了之后给老公抹点。我们现在离开了刚刚的那个市场，这会儿呢，司机带我们去参观一下内比都主要的政府区，其实也是整个缅甸的最高权力机构所在处。这条路就是通往政府主要机构的，国会大厦、议会大楼都在前面了。这条路呢是双向8车道的。迄今为止呢，我只见到了除了我们之外的1辆汽车，然后见到了3、5辆这个摩托车。不过呢，咱们有一说一哈，这个首都内比都的绿化还是做得相当不错的，整座城市都是感觉建在花园里，除了那个镇子那块没有啥树木，其他地方都是绿树成荫的。哇，前面已经过不去了，这个地方有双向12车道，但是过不去，就包括这边。路都特别宽，司机现在带着我们在转盘这里兜圈儿，因为四周很多方向都不能去，
戒备森严啊。对我们司机这会儿特别小心翼翼，他一直在帮我们盯着哪里能走哪里不能走，而且一碰到那种军声就提示我们不要拍了。里面是阅兵台和国会的。哦，里面是阅兵台和国会啊，怪不得呢。对。他那个障碍好像还有几个军人在把守，我们估计进不去吧。对。我们司机已经从这个路口绕了第3圈了，还是没有机会能进去。司机带着我们在那个转盘兜了几个圈，都没有办法过去。这个车辆是不允许随意进入，只有政府的这个公务车是可以进的，然后我们这种社会车辆是不能行的啊，并且呢，这个就算能让你进去，也不让你去拍摄的，戒备森严啊，毕竟现在还是这个军政府时期。我们现在走了另外一条路，这条路两侧呢有很多的国家的部委，像刚刚我们过的一个，左边就是叫做国家的能源部。我看上面写的是 Ministry of Energy， 这右边应该也是一个什么部门，看到有国旗了。感觉大家的这个办公楼真的是全部都建在山谷里啊！现在涛哥又让我们的司机掉头过来，再带我们转一圈，我们的司机特别恐慌。我们都给司机说不要紧张，不要紧张。对，司机在跟我们说打字呢，他有点慌。对。司机在给我们打字说前面是禁区。我们的司机这会儿把车停在路边，已经不敢带我们走了。他说我们刚才在转盘呢来回绕了几圈，已经被这个军人注意到了，他特别的紧张。对，然后他跟我说这边可能会我们一直在那晃，那警察可能会注意到。对。哦，是这个原因啊。是这个对，因为这块没有车嘛，都是政府部门。是的，就我们一车在那。就我们属于可疑车辆。对，太可疑了。我们刚才要去的那个有障碍物那里头其实是个阅兵台，本来我们是想去里面参观的，但是进不去。进去之后呢，我们就说让司机再带我们在这圈上看看，我们多瞅2眼也行。现在瞅了3圈了，司机说再不能去了，一次一次的一定会被军人这个注意到的哈，上来检查你们就不太好了。特殊时期啊，对，所以那边封路，而且平时这边也是不允许车辆进出的，但是现在是极特殊的时刻，所以更不敢了，靠近了。那咱撤吧，走吧，给司机说我们去别地儿吧。对，怪不得我们这司机小哥这么慌呢，这个汗流的，太紧张了。给大家拍一下，我们司机是右手开车，左手擦汗。Don't be afraid。我们一边要看风景，一边要拍摄，一边还要安抚司机的情绪，因为司机感觉马上就要罢工了，他真的已经快哭出来了。怎么会拉这么3个奇葩的外国人？今天这钱赚的真是拿命赚的。这3个人半天都不走，就一定要在政府这儿打圈，是怎么想的？我们的这个政府片区穿梭就结束了，因为很多地方都不让拍，也进不去。我们这会儿离开这个政府办公楼这个区域，去内比都的大金塔看一看。感觉我们司机这会儿是终于松了一口气，这3个人终于是想着去一点比较正常的地方了。内比都这个大道啊，太厉害了，超级无敌的空旷。哇，我们现在在车里，但是感觉我在一个大型飞机的驾驶室里面，就这么的宽阔，像机场跑道一样。感受一下这个内比都的空旷与荒芜。哇，虽然这个路没多少车呀，旁边也没多少人，但这个绿化维护的还相当好的，一直有环卫工和这个浇水的车辆在旁边给这些树木花草进行灌溉。毕竟是政府旁边的道路啊，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门面。我们这会儿终于离开这个政府办公区了，大家刚刚也看到了哈，这个缅甸的新首都政府办公区全部都是在这种山谷中，一个部委呢占一个山头，大概是这个样子，每一个路口都是重兵把守，一般的这个社会车辆是不允许进入的，进入之后像我们在转盘呢稍微兜几圈就会被盯上。我们现在来到了内比都大金塔的下面，虽然说这个大金塔跟仰光的那一座是比不了的，它是后来才建的，但是我们秉着来都来了的想法，还是决定来看一下。这个大金塔上去也是要脱鞋的，这会儿是快11点了，特别热，所以我们考虑一下要不要上去。我们从林子里面绕过来，到这儿了才发现，这里好像才是大金塔的正门了。
哇，我感觉当地人这个光着脚踩这个台阶，看起来就很烫的样子啊。不过这个大金塔还是很壮观的，它虽然不像仰光那个历史那么悠久，不过呢，它这个大金塔四周是没有什么山，没有什么阻拦，视线非常好，从市区的很多方向都可以看到这个塔尖儿，也是很漂亮的。我们在这个大金塔管理处问了一下哈，这里是不需要门票的，但是需要穿这个龙基上。超哥的长裤是没有问题的，我今天穿的这个裙子也已经到小脚了，但是他们说不行，可能嫌露了个脚踝，然后给我提供了一件免费的龙基，穿上就可以上了。不过这会儿有点热，我们先去马路对面看看，那里据说有白象可以看。大金塔的对面就是白象了，我们刚刚找了好久，我刚问了一下工作人员，给我指了一下，原来在这里，这里面好几头白象啊。在缅甸啊，这个白象是一种非常吉祥的动物，它正好呢就在这个大金塔的正对面，也可以看到这个白象的地位是比较重要的。这些白象呢，在缅甸就象征着国泰民安。不过现在看来，现阶段的缅甸国泰民安这4个字是一个也没做到啊。在白象的门口，又有人在这儿画那个给手上画的这个玩意儿，这也不知道能不能洗得掉呀。之前超哥好像跟我说过这个洗不下来。大哥好像在给我推销着什么。是个小朋友在画呀，好棒啊！这小孩感觉也就10岁左右啊。哇，他们在吃什么？感觉好辣的样子。吃那个柠檬蘸的辣椒。啊 ，spicy！ 我说这小姑娘吃的什么东西？辣的，辣哭了。这个美女已经画好了，她这会儿在旁边扇，要拿风给扇一扇。啊！这大哥太有意思了，他看我拿了个摄像机，然后给这美女递把伞，说是镜头里面会更好看一些。哦，这个已经凝固了，现在美女拿了一个那个纸在一直扇着，好像等它彻底干透之后就好了。请问手上的这个能洗掉吗 ？Hello。No， 哇，洗不掉。7 day 啊，是这样子的。美女意思洗不掉是暂时洗不掉，不是永久洗不掉。对，它就跟那个纹身贴差不多，有1周的一个保持期，1个礼拜抽就掉了。哎，那我下次可以尝试一下，我以为是永久的。是的，哇 ，it's beautiful。这个也很好看，这美女画的这个。哇，我下次我也给我画一个。啊，那我就放心了。我们来缅甸之后，到处见画的这个，就一直不敢尝试，怕到时候回国之后，我妈不让我进门了。拜拜。这几位美女画完了，已经撤了。老板现在来给我推荐他们家的这个各种花纹哈。老板说这个吉他的比较适合我，是觉得我比较摇滚吗 ？This one 1000 guitar 1000 哇，挺便宜啊，2块钱画一次，可以维持7天啊。哇，我们刚刚碰到的这位美女，她竟然会2句英文，我爱你，我爱你，你好，你好 ，and 谢谢 Miss 结束吧 ，Yes， 谢谢 ，Thank you， 太可爱了，他们竟然会说我爱你。I love you so much。小姐姐 ，I love you so much。哇，好厉害，好厉害！那我们就走啦，撤啦，再见啦，再见，拜拜，再见 ，I love you so much。我爱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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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你。我们刚刚和司机小哥聊了一下哈，司机小哥说呢，现在这个缅甸的首都内比都其实就是一个政治中心、军事中心，这里没有太多的工作机会。像我们这个司机小哥自己呢，他每个月的这个开车这个收入大概是20万缅币，也就是400多人民币。然后当地这个政府部门的公务员的工资也很低，大概是14到15万缅币。
300来块钱。那现在问题来了，为什么缅甸决定把首都从繁华的仰光搬到内比都呢？一般来说哈，有以下几种说法。第一种说法呢，就是说缅甸政府认为仰光是英国殖民政府所在地，并不能代表缅族人的精神和意志。其实从历史上来看呢，缅甸的核心或者说政治中心一直都是在中部地区、中部平原，主要是沿着这个伊洛瓦底江的。比如说呢，缅甸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王朝蒲甘王朝都城在蒲甘，然后那个后面的阿瓦王朝都城在曼德勒，以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贡榜王朝都城也是在曼德勒的，都是在中部平原那片。因为缅甸呢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国，所以在中部平原地带去建都是符合当时的利益的。而这个英国殖民政府就不一样了，殖民政府在一个地方统治，主要就是为了掠夺资源嘛。那当时这个英国就选择在海边的港口城市仰光去建自己的这个政府所在地，主要就是航运方便，把这个缅甸的资源运回国。他们当时在缅甸是把大量那个玉石、翡翠，还有像珍贵的柚木都运走了。大家可能对柚木不太了解哈，柚木其实是一种非常好的造船材料，它非常的耐腐蚀。我们之前在曼德勒参观那座乌本桥，就是全部1000多米都用柚木来建造的，几百年了，依然在江中是矗立到现在的。那当时英国从这个缅甸把大量珍贵的柚木运回国之后呢，也是很方便自己的这个航海事业。所以呢，缅甸政府把首都从仰光迁往内比都，从沿海地区迁往这个内陆平原地区，也是很符合缅甸历史上的传统的，这一点倒是没有什么别的问题啊。那关于缅甸迁都的第二种说法呢，就是认为这个仰光呢，它毕竟是在海边，是一座港口城市。虽然说交通和航运非常便利，但是它致命的问题是没有战略纵深。一旦这个战争来临的时候呢，仰光那个位置将无路可退。所以呢，把都城从仰光迁到内比都也是基于这点去考量的。我们刚刚也看到了哈，这个内比都的这些国家重要的部委，还有一些国会大厦，全部是在丛林、在山里头的。那一旦有战争的时候呢，这个地方应该比仰光是要安全很多。那关于迁都的第3个原因哈，这点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就是说这个缅甸呢，它从1948年独立以来，这个国家实际上是没有真正的统一过的，边上一圈都是少数民族地区。那仰光这个位置就太靠南了，所以呢，决定把都城从仰光往北边迁400公里，刚好迁到了这个缅甸国土的正中间，也是便于对北边的这些少数民族的控制。那我觉得，现在看来呢，好像第3点政府考量的会更多一点。我们刚刚下车的时候，这小哥真的是长舒一口气啊！今天一天的炼狱终于结束了，天哪！今天这钱赚的太不容易了，6万块赚的简直了。太不容易了，今天这钱是拿命挣的。对，小哥下来了，拜拜，结束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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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哥真的已经快吓哭了，已经麻了。小哥还过来给我们做一个售后嘛。我们现在是到了这个这儿，这家 JJ 客运公司。对，我们在内比都玩了半天，我觉得可以了。对，因为内比都真的是没法玩，这下就是个鬼城，所以我们决定下午坐大巴去回仰光，回这个前首都再看看，再重新去领略一下首都该有的样子啊。本来我们3个是准备坐火车从这个内比都去仰光的，但是这个火车一天只有1班，并且呢，听说外国人不是那么的好坐，所以我们决定还是选择大巴吧。现在是马上12点了，我们大巴是1点半出发，晚上大概7点左右能到仰光吧。我们再等会儿，拜拜，再见。小哥头也不回的走了。我们在服务区待了好久，来这上个厕所。大家看一下这边的厕所，老厉害了。厕所就在这个服务区后面一片山里面，然后左右我们也看不清男女是哪边，每次都是琢磨一下，看一看别人怎么走才敢进去的。大家看一看他们这边这个巴士乘车点啊，就这么的原生态，都建在一片荒地里面，然后支几个小铁棚就开始卖票了。缅甸这边啊，跟国内不一样的是一点是，这边厕所基本都要钱，哪怕这个环境一般的厕所呢，也是200块钱。这边是缅甸首都内比都，
特别重要的一个乘巴士的点，有好多的巴士公司。给大家看一看，哇，又在卖槟榔，当地人对槟榔是挚爱啊。每个地方都超多买槟榔的。大家看一看啊，这是这边的那个运输公司、客运公司，哗哗的一排一排，我也看不懂啊，都是缅语。但这个电线是属于有点危险，就挂到我头顶了，这么近。你们为什么一直在笑呢？去了，我妈去了。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呀！姐姐漂亮啊！那你们哇，这么大，给了我好大一个拥抱。你喜欢他吗？你喜欢他吗？耶！哦，原来是这样子，这个小妹妹一嘴巴亲到我眼球上了，哇，太热情了，过于热情了。It's okay, it's okay。喜欢他吗？这个妹妹只喜欢女孩，不喜欢我们的超哥。原来这几个妹妹，她们真的是来这里做这个学习做雕刻的。这个戴帽子就是左边第一位这个妹妹，这是她的抖音，让她发的，你看。这个红色格子衣服的是这个妹妹，她正在拿着工具打磨，好厉害啊！太厉害了！原来是来内比都拜师学艺的。你们做的那个工作一个月能赚多少钱？35万。35万算挺高的，35万大概相当于700多人民币，这个是比平均工资要高一点的。我们今天问的那个出租司机，他一个月只能赚20万，因为这些妹妹们的工作呢，可以算是这个手艺活了，是有技术含量的，不是谁都能干的啊，很厉害，很厉害，很棒，很棒。这光条是真是爽呀！对，前几天坐的那个。从蒲甘到内比都那个车真的是太受罪了，包括那个 Famous 那个车，我觉得也没有 GG 来的好，不舒服，对，太爽了。我们又有这个放脚踝的位置了，这刚好是一个轮回。我们离开仰光的时候去那个上邦就坐的是 GG 家的，然后现在回仰光依然坐着他们家的，老舒服了，就是有点冷。我们的车在路上开了1个小时，哇，我睡了2-3个小时，刚刚睡醒。我们到了一个服务区，好像要停半个小时。我们下去看看啥吃的。可以买一个啊，要买一个吧。哇，超哥是金主啊，又来掏钱了。不知道跟我们在柬埔寨吃的一样，感觉没有柬埔寨那个香，那个上面有椰蓉，有椰蓉，纯的白米饭，尝尝吧，没准里面加了呢。也还可以，还行。这有玉米的，给我搞一个。哇，1000。是吗？好嘞。狒狒饿了，要搞个饭。看啥吃的？哇，这个什么鸡腿吗？这是鱼，哇，好多肉啊！哎。啊！12500，12500。哇，有点贵呀。有点贵啊，26块钱。对。我不知道都有啥。一份饭吃掉当地人2天的工资。哦，是一盘菜的意思，那也挺贵的，在缅甸这个算贵了。对。找点别的吧。狒狒要了个扇面，还是老味道、老样子。我可爱吃这个了。看起来不错。原因是它比较便宜，这个才2800，对呀，不到3块钱。我啃了个玉米，吃了个狒狒剩下的竹筒饭，狒狒吃份扇面，我们就结束今天的午餐了。准备回仰光，超哥最惨，付了份扇面的钱，结果是给狒狒付的钱。马上到仰光了，仰光市区，然后司机乘务员跟我们说不能玩手机，马上部队上来检查。哇，仰光这个加油站啊，感觉排了几百辆车，
太恐怖了，这啥情况？不知道缅甸有没有涨价这个对调价窗口什么什么的。今天晚上我们要住在富人区了，我们住在印亚湖的旁边，体验一下这个缅甸的富人区的生活。然后明天我们带大家去逛一下这个仰光的这个富豪区长什么样子。我们酒店前台小哥老牛了，英语说的特别流利，没什么口音，然后这个还会说中文。然后会跟他聊一聊，他说他想去中国。这帅哥说他想去中国工作。中国工作。他之前学过一点中文。对。然后现在去中国工作有更高的收入。是的。How many? He wants to know your salary here. Here. Oh, salary. Yeah, sorry. Maybe okay. 好奇知道这个数字。是缅币。缅币。哇，24.5万。对，不到500块人民币。500人民币。Less than about 80 US dollars. 80. Yeah. 80 US dollars. Yeah. 81. You can come to China. Yeah. In China, same work maybe 10 times. Maybe 10 times. Yeah. And $800. Yes. So I just want to go there. Macau. Do you know the Macau? Macau, yeah.